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日元汇率再次突破158大关，正当全市场都在担忧日元会不会崩盘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这周低调访问了日本。这场访问看似平淡，背后却释放了让空头颤抖的日元强烈反弹信号。花旗研究团队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财长贝森特这次访日已经重新确认了美方支持日本防御日元的立场。这不仅仅是口头支持，更涉及到美日两国在货币政策上的深度协同，这可能就是日元汇率翻盘的关键转折点。花旗研究报告显示，贝森特在东京期间密集会见了日本政界核心，包括财务大臣片山五月、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与经产大臣赤泽亮正。虽然对外宣称没有特别惊喜，但花旗研究团队认为，贝森特极大几率要求日本政府尊重日本银行的独立性，并推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华瑞认为，这场密谈的核心在于正常化三个字，这意味着日本不能再单方面依赖日元贬值来刺激经济，而是必须透过升息来支撑汇率，这与美国目前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花旗研究团队在报告中提到了一个深刻的背景。早在2022年，贝森特还是普通公民时曾发表过一份重要论文，题目叫做安倍晋三复杂的遗产。他在文中强调了日本银行长期的宽松政策，虽然鼓励了全球风险承担，但也导致日元极度疲软。花旗研究报告进一步指出，贝森特当时就担心，一旦日本银行突然转向导致利率飙升，可能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因此他更希望日本银行能渐进但持续的收紧政策，而不是等到通膨失控后被迫狂拉利率。华瑞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财政部现在会积极参与日本的日元保卫战。例如纽约联准会在今年1月进行的汇率检查，其本质就是为了防止日元溃败演变成全球金融风险，让日本银行的升息路径能走得更稳健。关于升息的具体时间表，花旗研究团队根据泰勒规则进行了政策利率测算。报告显示，目前的日本利率远低于中性利率水平，因此花旗研究报告大胆预测，日本银行很有可能在2026年6月将政策利率直接调升至 1%。 除此之外，花旗研究团队认为，随后每6个月日本银行可能都会持续升息。如果日元汇率持续疲软，日本银行的升息力道甚至可能会更加剧烈。华瑞认为， 1% 的利率目标将会让日元与美元的利差出现实质性的收缩，这将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被市场飘售的趋势。在具体的汇率操作面上，花旗研究报告提供了非常精确的战略点位。报告指出，虽然美元对日元目前回到158上方，但日本财务省预计会在 158.5 的价位尝试阻止日元反弹的力道，并正等待机会将汇率推回155以下。华瑞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防守信号。158.5 就是日本政府的心理底线，而155则是他们短期的目标区间。当汇率触及这些关键点位时，投资人应高度关注纽约联准会是否会配合进行市场干预。除了货币政策，这次访日还涉及了更高层级的金融稳定逻辑。花旗研究报告指出，日本目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在贝森特准备陪同川普总统访问中国之前，日本持续购买美债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同时，受到伊朗冲突影响，全球原油价格居高不下，引发通膨担忧。花旗研究报告观察到一个惊人的细节，日本财务大臣片山五月与副大臣三村纯的发言显示，日本财务省甚至已经准备好干预原油期货市场。华瑞认为，如果日本真的介入平抑油价，这不仅能支撑日元，还能帮助稳定全球市场，这也是美日政策协作下的重要一环。最后，花旗研究报告提到了一个金额高达5500亿美元的美国投资基金项目。这项由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领导的战略倡议可能会用到日本的外汇存底，这可能涉及出售部分美国国债来为投资主体提供资金。华瑞认为，虽然这听起来像是利空美债，但贝森特强调的是国债市场的稳定性，因此他并不会让这项资金运作过于激进，而这种紧密的金融捆绑反而强化了美日之间在汇率与债市上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华瑞认为，综合花旗研报的所有关键信息，日元目前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虽然盘面上汇率依旧在低点震荡，但美日两国政府已经在政治、利差与干预机制上达成了共识。随着6月升息至 1% 的可能性逐步提高，以及 158.5 防御线的确立，
日元具备了强劲反弹的结构性基础。投资人在面对日元换汇或操作时，不应再以过去10年的弱势逻辑来思考，而是要密切关注日银在6月的利率决策，以及美日在原油与战略投资基金上的合作进展。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